很高兴您加入热门新闻频道。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。电影三连扑，吴磊是死磕大银幕还是靠霍去病翻盘？少年战神霍去病就应该是吴磊这个样子。这条高赞评论底下，几千条回复几乎一边倒的认同吴磊那张棱角分明的脸，骑马射箭时利落舒展的身段，确实和史书里17岁封狼居胥的少年将军高度吻合。可现实是什么呢？他今年的电影《群星闪耀时》上映2天就撤档了，之前那部被寄予厚望的《东极岛》票房连成本都没收回来。电影路走的这么磕磕绊绊，转头看剧集赛道《星汉灿烂》爆了，爱情而已上了央八，反倒稳得很。这就引出一个95声绑在一起都绕不开的问题：当大银幕这条路走不通的时候，是死磕到底还是换个方向先稳住？霍去病这个角色简直是为吴磊量身定做的。说吴磊适合霍去病，不是粉丝滤镜，是真有东西撑着。他99年出生，和霍去病横扫漠北时的年纪几乎对得上。自幼练骑射，马背上的戏份不是花架子，是真能看出功夫的。更关键的是，他在《星汉灿烂》里演的凌不疑本身就是少年将军，骑马射箭实拍，面部轮廓硬朗，观众已经买过一次账了。历史上霍去病17岁率800骑兵深入大漠，21岁封狼居胥，24岁英年早逝，这种把一生辉煌压缩在短短几年里的传奇人物，对演员的要求不只是年轻，还得有那股子少年锐气和将军的压迫感。吴磊身上那种少年感不是装出来的，是骨箱里带的。如果真能拿下这个角色，对吴磊来说意义远不止一部戏。他现在最缺的就是一个能让人记住的代表作级别的大银幕角色，而霍去病这种历史大 IP 天然自带话题和关注度，演好了就是从流量小生往实力演员跳的那块踏板。当然，这事儿目前还没官宣，剧组在接触，在谈，最终花落谁家还不好说。但光是吴磊演霍去病这个话题能冲上热搜，就说明观众心里已经把他和这个角色绑在一起了。同样是95声，电影资源的差距大到让人心寒。提到95后小生的电影路，绕不开刘昊然，人家出道就是电影，陈思诚一路托底，唐人街探案系列直接把他送上95后首位100亿票房影人的位置。去年的南京照相馆又拿下暑期档票房冠军。要作品有作品，要票房有票房。反观吴磊，电影履历几乎是一部血泪史。2018年的《阿修罗》投资7.5亿，上映2天就撤档，票房不到5000万。去年的《东极岛》投资5.7亿，映前预测30亿，最后连4亿都没到，片方亏了超过4个亿。今年的《群星闪耀时》更离谱，点映口碑不错，正式上映首日才2000多万，第3天直接跑路。3部大制作，2部撤档，1部巨亏，这运气说是电影圈克星都不为过。这不是能力问题。吴磊在《草木人间》里暴瘦10几斤，腰伤复发去演文艺片，在《东极岛》里带着气胸病史完成水下裸演实拍，付出不比任何人少。可电影这行当，有时候不是你努力就有用的。资源分配、资本偏好、类型定位，这些结构性的东西把同龄演员的路越拉越远。刘昊然背后有陈思诚，有成熟的商业片体系。吴磊呢？童星出道，没什么靠山，大导合作过，主旋律参演过，但就是差那么一口气。剧集赛道不是退路，是当下最稳的棋。电影走不通，剧集反而成了吴磊的基本盘。星汉灿烂2022年爆成那样，播放量、热度、讨论度全是第一梯队，德塔文都认证他是95后小生 top。
爱情而已上了央视8套黄金档，首播收视破1，虽然口碑有争议，但热度实打实摆在那里。这2部剧让吴磊证明了一件事，他能扛剧，能带收视，能顾粉。对年轻演员来说 ，S 加级古装剧、都市剧的价值不只是眼前的曝光，更是长期的商业价值积累。剧集周期短，回报确定性高，不像电影那样动辄几亿投资，一部扑街就伤筋动骨。吴磊现在需要的，可能恰恰是这种稳。先用剧集把基本盘夯实了，把路人缘和行业口碑攒够了，再回头去冲电影圈，手里才有筹码。有人说回剧集是妥协，这话不太对。王一博从爱豆转型，也是先靠《追风者》这样的正剧站稳脚跟，再去碰《无名长空之王》。路径不同，逻辑一样，先有确定性，再谈突破。电影咖和剧集顶流，真的只能2选1吗？其实这事儿没那么绝对。吴磊私下低调，没什么乱七八糟的争议，工作和生活分得清，路人观感一直不错，演技底子也有，只是电影运太差，消耗了不少荧幕好感。他现在最大的短板是商业号召力不够强，拿不到顶级院线一番资源，但这不代表永远拿不到。先稳后攻可能是最现实的路径，用剧集持续输出作品，维持热度，同时等一个像霍去病这样的关键角色一击即中。95升的竞争是长跑，不是百米冲刺。刘昊然现在资源好，但谁知道几年后风向会不会变？吴磊现在电影路难走，但只要有一部成了，局面可能瞬间翻转。关键是他的先活下来，稳住，才有资格谈逆袭。你觉得吴磊是该继续在电影圈死磕，等一个机会，还是先回剧集赛道把霍去病这样的王炸角色拿到手再说？